從取代中國到死亡經濟體，印度正在被歐美拋棄。上面是3天前英國老牌媒體路透社發表的一篇文章，文內詳細的解釋了巴铁是如何利用歼10擊落5架印度戰機的。該文一經發出，立刻遭到了众多印度網友的圍攻，他們在評論區大罵路透社發布假新聞，有辱印度的尊嚴。畢竟前不久印度人才派出7個代表团滿世界宣傳自己打贏了。路透社作為一家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權威媒體，居然發表這種不實的文章，不等於公開打印度人的臉吧？緊接着經濟學人站在專業媒體的角度分析印度經濟為什麼不行了，說是殖民主義思維在作祟，讓印度人養成了依賴歐美的習慣，無法自立。誰料印度這頭剛被歐美媒體揭了短，那頭又被董王挖苦其為死亡經濟體，說印度人不肯向歐美開放市場，導致国內經濟一潭死水。說實話，就印度產業的水平，完全向歐美開放市場，那还有活路吗？不瞬間就被拉爆吗？不甘示弱的莫老先立刻號召印度人不吃馒頭争口气，以後只買印度制造，盡快将印度發展成世界第3大經濟體，用實力打黑子的臉。見印度不服軟，董王又發了一條推文，稱如果印度不斷絕與大俄的合作，將把關稅提得很高。一聽到這話，印度人立刻炸了毛，反擊道：歐洲與大俄的貿易額比我還高，憑什麼罰我不罰他們？而且偷着買油的又不止我一個，沙特也買了呀。可是董王根本不聽，依舊我行我素。估計现在印度人腦子裡嗡嗡作響，還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。要知道前幾年歐美還在吹印度潛力巨大，即將取代東大，怎麼現在翻臉比翻書還快，就成了死亡經濟體？其實道理很簡單，在董王眼裡，現在的印度已經沒有了利用價值，到了棄子的時候了。印度被歐美吹上天，可以追溯到2020年，那時拜老登想構建一道東大包圍圈，印度是其必不可少的一環。為了讓印度人心甘情願的當馬前卒，老登打出了一套組合拳，一邊發到媒體連篇累牍的報道利好印度的消息，吹噓印度經濟的巨大潛力，一邊讓媒體和盟友向印度轉移部分產業，即 China+1 戰略。那時的印度要面子有面子，要里子有里子，再加上2022年後倒賣大俄家的油賺得盆滿钵滿，一時間自我感覺好得不得了。比如蘋果跑得最快，工厂一座接一座的蓋，轉移走了20%的產能，豐田、三星也紛紛到印度建廠。莫老先喊出了到2025年把工業產值提升到占 GDP 25%的目標，一舉摘掉印度農業國的帽子，成为現代化工業國俱樂部中的一員。照理說，按照老登這個思路幹下去，說不定印度真的能成。但是形勢比人強，董王回來了，他可不管什麼大戰略，他只要好處，把產業轉移給印度這種事，對美國非但沒有好處，還培養出了一個搶飯吃的對手，一定要停止。比如董王曾經警告庫克，他不喜歡蘋果在印度建的工厂，儘管庫克解釋說那些工廠都是低端組裝業，但董王仍讓他把產線轉回美國，如不聽就提高美國的關稅，讓蘋果無利可圖。看懂了這些，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麼最近無論是媒體還是董王都在唱衰印度，並且找各種理由挖苦他们，这是要将其當作弃子的信號，與印度買不買大俄的油沒有多大關係。正所謂匹夫無罪，懷璧其罪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走到這一步，印度人似乎從取代東大的夢中驚醒了，近期不斷釋放出與東大改善關係的信號，恢復了暫停5年的簽證，並且派遣大量的留學生來學習工業技術。更大的改變是，印度正準備做一次涉及種姓構成的人口普查。長期以來，印度一直拒絕統計各種姓的數量，仿佛不談論種姓問題，問題就不存在一樣。這種鴕鳥心態與印度人的盲目自大如出一轍。但是如果連各種姓的人口情況都不知道，怎麼才能徹底解決種族間的不平等呢？這或許將成為印度人直視自身問題的一個良好開端，因為只有承認問題才能夠解決問題，盲目自大到頭來只會傷害自己，成為別人手中隨時可以丟棄的棋子。這裡是率真財經，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，歡迎大家關注主頁，有更多精彩視頻。我們下期節目再會。